真的是你！哎，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！谢。玉婷，真的是你。 什么？你绑架建业的奶奶？嘘，小声一点啊！大家都是自己人啊，什么绑架啊？不是绑架也算是禁锢啊！你怎么这么糊涂？我只是想把奶奶藏起来，交货给良心，让麻袋把她赶走。谁知道祸越闯越大。你一向不是很精明的吗？这次怎么这么失策？我已经后悔到半死了，你还在挖苦我。那奶奶后来怎么样？有没有掉进水里？我真的不知道啊！我打晕了家珍之后，就拼命的跑了。你说过奶奶不会游泳的，如果掉进海里还能活吗？又不是掉进鱼缸能够自己爬起来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本来想离开这里的，可是护照又被我弄丢了。还好你走不掉，要不你就真的成为畏惧潜逃的杀人犯了。你不要一直说我杀人好不好？我真的不想伤害奶奶的。是建业。接啊！你怕什么？他会不会是什么都知道了？不管怎么样，接了才做决定。你老公怎么说？他说有奶奶的消息，叫我回去。他会这么说？奶奶一定没事。不行，刚才奶奶已经看到我样子了。奶奶是痴呆的，她说的话大家会相信吗？我不知道。现在还有家珍啊。他还没见到你之前就被你打晕了，你担心什么？我还是很害怕。回去吧，一切看情况再做决定。除非你想离开萧家。我不要，我不舍得建业了。那就回去吧，会没事的。你回来了。你们不是说有奶奶的消息吗？是啊，家珍找到奶奶了。你是怎么找到奶奶的？有人在海边找到奶奶写的字条，就打电话给家珍。我到了木屋，看到奶奶在水里拼命的挣扎，我去拉她，结果被逮晕了。你没受伤吧？还好。什么还好啊？那个人出手这么重，虽然你没有头破血流，但是你现在还是晕的。都是我不好，我应该陪你去找奶奶。谁知道会有事？不要责怪自己了。幸好医生说脑部没有出血，要不然的话麻烦可就大了。你有没有看到打伤你的人呢？他从背后袭击我，我没有看到他样子。奶奶呢？她没事吧？我告诉你们哦，我几天前哦很臭哦，想冲凉都没有得冲，衣服也没有得换。来，坐下来吧。那为什么那天你会离开美甲店呢？
我有去美甲店吗？当然有啊，你忘了你去修指甲。哦，对哦，有人打电话说请我吃冰淇淋，我就出去喽。是谁打电话给你啊？哎呀，大概是骗子了，反正雪糕也没有吃到。会不会是绑架？应该不是，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接到要赎金的电话。妈，以后您呐不要随便出门了，什么地方都不要去了。那你也想把我关起来啊？奶奶，你记不记得是谁把你关在木屋的？一个女人。那你认得他吗？哎呀，是你把我关起来。奶奶，你认错人了，怎么可能是我呢？就是你喽。我没有啊，真的没有啊。你认不认得他是谁啊？还有同党。是你。妈，你又认错人啦！奶奶真是老糊涂了。妈，你也累了，哎，上房去休息一会儿。你想饿死我啊？哦，我还没有吃饭就叫我去睡觉。好吧，好吧，我煮东西给你吃啊，我帮你。怎么了？你又想吐了？不舒服就带他去房间休息一下。这不太好吧？奶奶叫你们留下就留下吧。建海，扶家珍上楼。好，谢谢你，马德。谢谢马德。好，我煮东西来。我也去。好好好。你怎么了？为什么发呆？没事，我们上去吧。天海，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怎么了？我在木屋被打晕的时候，虽然没有看到对方的样子，不过我看到一双女人的脚匆匆的离去，她穿的裤子和鞋子跟大嫂的一模一样。你不是怀疑大嫂吧？我不知道，我也希望是自己看错。你别胡思乱想了，大嫂怎么会带走奶奶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如果你不放心的话，我告诉马德和大哥，大家都把事情搞清楚。不要不要，我们先什么都不要说。是啊，这双鞋子到处都有的卖，如果怪错人的话，就不好了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我相信大嫂不会这样对待奶奶的。对了，刚才奶奶去录口供的时候，她说些什么？奶奶的记性啊，真的是不行了。她没说是谁把她关起来的。没有啊。看来家珍也提供不了什么线索。是啊，警方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中根本就查不出什么东西。那他们是怎么逃回来的？刚好啊，有一艘渔船经过，看到他们才把他们救上来的。这是多亏家珍把奶奶救回来。如果奶奶真的是被关起来，而家珍又被人家打晕，到底那个人的动机是什么？为了钱？如果是为了钱，我们至少会收到一通勒索的电话吧。奶奶跟人家无冤无仇，谁会无端端想害她呢？不过刚才啊，奶奶指你的时候，真是把我吓死了。是啊，我差点被她吓死了，幸好大家都知道她有病，要不然啊我就惨了。奶奶的话现在不能够相信了，只能够靠家珍。不过不管怎么样了，奶奶的安全是最重要的，现在不能够让她到处乱跑了。哎，我上班了。哎，对了，奶奶的手机我们还给她啊。你不舒服啊？要不要我扶你回房？不用，我要回家了。你是不是被人家打伤才会这个样子的？其实医生说打我的人手下留情，要不然我可能回不来了。可能那个人不是有意想伤害你呢。希望不是吧？还好我没有看到那个人的样子，要不然我和奶奶的处境就很危险了。有些东西不知道比较好。虽然我没有看到他样子，不
过我可以确定对方是个女的。你为什么这么肯定？我晕倒之前迷迷糊糊看到他离去，我看我应该认得出他脚上的鞋子吧？是吗？我先回家了。我怀疑禁锢奶奶的人就是秋华。他禁锢奶奶？我有证据，我只是一直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我想啊，他是想要陷害我。那奶奶是在我店里不见的，我责任最大。把奶奶禁锢起来，萧家的人自然会很生我的气，顺理成章的也会把我赶走啊。为了对付你，去伤害奶奶，太小题大做吧。她这个女人啊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她曾经栽赃嫁祸，让亲家母以为我偷了你姑姑的戒指。可是她有这么恨你吗？我知道她跟沈云有一段过去。那天沈云上萧家交情，她吓得躲在房里不敢出来。都是我一时多事啊，故意让她知道我看穿了她的心事。她看起来真的很怕沈云啊，他们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沈云有跟我说过，他前女友不止伤害了他，还怀了他的孩子离开。这个孩子有可能是巫婆和沈云生的，难怪了，他老是要把我跟德明从萧家赶走。我们一走，沈云就不会去萧家了，就没有人会揭穿他的秘密了，一定是这样。嫁给我吧。如果年龄不是相差这么远，那该多好。再见了，大宝。见个面吧，我在你家门口。太晚了，不方便。祝你一路顺风。你好，都跟你说不方便了，你为什么还按门铃啊？这是最后一晚了，我真的很想跟你在一起。不可以，这是我家。明天我一大早就上飞机走了，难道你真的不愿意陪陪我？我家人已经睡着了，我不想吵醒他们。睡着了更好，我们可以静静的过二人世界。红酒都准备好了。哦，原来有人在想我，看来你还是很在意我的，对不对？
我这个戒指是打算还给你的，所以你在等我上门？还你。你想清楚了，如果我收回这个戒指，你知道那代表什么吗？我们以后还是好朋友。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我要的不只是朋友。他也跟你一样，也做不到。妈，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？是不是我们吵醒你了？门铃那么大声，耳朵聋的人也能听得到啊。对不起，今晚真的对我很重要，不能不打扰你。没关系，我很开通。来，你打算今天晚上不睡觉是吧？啊？陪我下棋呀、有人不睬你，我跟你过2人世界。好啊。妈，嘘，不要吵。我们下棋，你吃蛋糕。这个巧克力蛋糕，我是特地为你准备的。我不要，我不想吃巧克力蛋糕。他不吃，我吃。做蛋糕给女朋友啊是很聪明，不过年纪大女人怕胖，要改吃绿茶口味的。哦，是吗？当然是了，不过绿茶口味不适合你这个年纪，你舍得放弃巧克力口味，改吃绿茶口味吗？干嘛？干嘛这样看着我？我什么都不吃啊！手杯口给我。不管他，不管他，我们下棋。啊！飞香过河，哇，你死定了！哇，你第一招就这么厉害？妈，象是不可以过河的。条规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你呀，就是那个死脑筋，不可以灵活一下嘛？说得对，要勇敢一点，灵活一点。象要过河就过河，别人不可以，我们什么都可以。幸福啊，是靠勇气去争取的。这样。哦哟，你啊，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偷袭。喂，想这么久，决定了没有啊？有年纪的人是稍微要想一下的嘛。你再催的话，我不跟你玩喽。年轻人要有耐心的去等，愿意等呢，这一盘棋就可以继续玩下去。说真的，他从来都没有喝过那么多酒啊。如果他过了心里的那一关，你就有希望喽。我知道，我会等。我一定会让你相信，我是值得你为我喝醉的。大宝，大宝，大宝，哎呦，那个人呢？我的未来女婿，你的那个小男朋友呢？乱说话了啦，他走了。走了？你为什么不留住他？算了吧，反正我们年纪差这么大，就让他走吧。谁说的？飞翔都可以过河了，还有什么不可以？人家都愿意配合你了，你还犹豫什么？结婚和下棋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不像你的飞象过河这么简单。结婚跟下棋都一样，你要抓住机会的，机会走的话就不会再回来了。人走了，心没走。他1小时前刚刚上德师，临走留下了这个。什么呀？他给你做了绿茶蛋糕，你自己看看吧。一定要快乐，等我回来。我不是叫他拿回去了吗？他对你真的很好，我看得出来，临走的时候他很舍不得你。芬芬呐，感情是可遇不可求的，他都愿意为你放弃巧克力蛋糕，选择绿茶口味了，你还等什么？
快去啊，帮他追回来。走吧，我都被他感动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轮胎爆了，你赶时间的话，坐别辆车吧。我听德明说你最近心情不好，暂时没有教课。我担心你生病了，所以买了一些糖果给你。我还好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？说出来，你心里会舒服一点。你不说没关系，不过你一定要照顾自己。好的，找我这么急，有什么事吗？还不是奶奶吗？她又闹情绪了。我进去看看她。奶奶，你又不听话，不要吃饭啊！有，我要吃饭。你看，我帮你留的3-8鸡腿，一人一次，感情不散。奶奶，你对我真好，一起吃吧。嘉珍，你来了。我来陪奶奶吃饭。来，坐吧，一块吃。大家吃。小孙媳妇，我们的家啊，人越来越少。我们吃完饭，我们去找德明跟良心回来吧。不行啊，德明在补习，良心在工作，我们先吃吧，好不好？先吃，来。奶奶，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。你是坏人，你说的话我没有兴趣听。良心才是坏人啊！你看，你又说他坏话。奶奶，我不想你受骗，良心根本就不是萧家的人。DNA 报告已经出来了，这就是证明。报告证明她根本就不是德明的妈妈，她是来招摇撞骗的。我不相信良心会这么做，她一定有自己的理由的。良心已经向我坦白了。你早就知道这件事。其实德明的爸爸才是萧家的孙子，良心只是德明的姑姑。那我的孙子呢？他死了。德明真可怜，他妈妈走了，爸爸也死了。死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孙子。奶奶，你不要太伤心。这可能是良心编的故事，他假冒身份被我们拆穿了。他这么做是想博取我们同情呢？我的孙子死了，孙女又没有了，
你不是应该在家里陪着奶奶吗？为什么约我来这里啊？是不是每一个知道你秘密的人，你都要把他们赶出萧家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为什么要针对良心，在马德和奶奶面前说她的坏话？我没有说她的坏话，我说的是实话。良心根本就不是萧家的人，他这么做一定是为了照顾德明的。不管他是为了照顾德明，还是为了萧家的钱，反正他心怀不轨，蓄意欺骗。你就没有骗过人吗？玉婷，你在说什么？你的过去，沈云都告诉我。你想怎么样？如果你做出危害到别人的事，我是不会坐视不理的。你能做什么？那已经是过去了，我没有什么好怕的。你还是收手吧。沈云到处在找你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为什么一直咬着我，挖我的过去？你是不是想看到我跟建业离婚你才甘心啊？如果你问心无愧，你为什么一直要躲着沈云？不可以跟他说清楚。我不想要造成我跟建业的困扰，他不断的纠缠，就像当初子俊纠缠你一样，你不是一样躲着他吗？他不是为了破坏你和建业，他只想找回孩子。什么孩子？你别装了。沈云告诉我，你曾经怀过他的孩子。孩子早就没有了。真的吗？当时我未婚怀孕，孩子没名没分，我怎么可能留着他呢？当时我离开沈云，只想彻彻底底的跟他结束。嘉生，家里最近发生那么多事情，要是沈云的事再卷进来的话，家里肯定会闹得鸡犬不宁，你也不想的，对吗？你应该很了解麻德的性格，要是让他知道我跟沈云的过去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你帮帮我好不好？就当作是帮建业，我不想看到建业再受到伤害。哇，马队，你今天心情很好啊，煮了那么多好吃的。是啊，今晚的菜肴像特别丰富啊。幸好有家珍陪着奶奶，我才可以抽空啊煮一些好吃的，要不然啊奶奶一天到晚的缠着我。最近家里发生这么多事，大家可以回来吃饭，妈，你一定是最开心的。开心开心，妈当然是最高兴的了，来吃吧，妈吃饭，大家吃饭，吃饭，不是大哥大嫂吃。家珍啊，你已经很久没有回来吃饭了，看你瘦了这么多，今天晚上就吃多一点，喝多一点汤补一补吧。啊，家珍啊，看来奶奶是没有你不行的，你还是搬回来住吧。马德，真的吗？你明天把家珍的行李搬回来吧。谢谢你，马德。谢谢马德。太好了，今天还跟我的小孙媳妇回来了。你们搬回来也好，家里热闹多了。我看啊，现在最开心的应该是妈，对不对？快点把你嫁出去，我更开心。真说得对呢，干嘛扯到我头上去了？哎呦，有人脸红了哟。哪有啊，是你的办法。老师，先弹练习曲吗？喂，是不是有研究化的消息？他曾经开过美甲店，后来又卖掉了，现在不知道去哪里。是他。你认识他？
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找玉婷的。这里没有这个人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根本就知道我找的玉婷是谁。喂，玉婷，沈玉，你不要这样。玉婷，不要这样啊！我今天一定要见到玉婷。这里没有这。哎，沈老师来了，你是不是想找德明啊？不是，我是来找玉婷的。我们这儿没有人叫玉婷。对啊，你搞错了。我没有搞错，玉婷就住在这里。其实她就是。玉婷，这里根本就没玉婷。秋华，原来你认识沈老师啊？沈老师是我以前房东，玉婷是他房客，我们是认识的。沈老师啊，玉婷欠你房租的事，我们出去再说吧。够了！你还想走多远呢？没想到我们还会再见面。这6年来，你一点消息都不给我。你知道我在找你吗？你对我有什么不满的，你可以说。为什么那么狠心？看到我病发就要抛下我不管？会说好同甘共苦的吗？为什么离开我？你忘了当时的情况吗？你差点把我掐死啊！我还会留下来吗？那是因为你说要把孩子打掉啊！你以为我想的？当时你的情绪不稳定，工作不稳定，我看不到将来。我不想孩子生下来以后跟我们一起受苦啊！果然被我猜中，你嫌弃我手废了，你看不起我，那也是，跟着我会有什么将来呢？你一直都在怪我，你以为我亏欠你，害你的手受伤，害你不能当钢琴演奏家。你对我只有怨气，把我当出气筒，你叫我怎么继续跟你生活下去啊？够了，我不想再跟你讲下去。一个人变了心，有千百种理由，我只想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哪里。打掉了。你真的把孩子打掉？我已经决定离开你，我留下孩子干什么？没想到你那么狠心。是我狠心，我不配当孩子的妈妈。对不起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我不会放过你的！你杀了我们的孩子，我要你双倍奉还！怎么样？你们没事吧？你想我们怎么样？闹到天翻地覆啊？这不就是你要的吗？你不要误会，沈云不是我叫来的，是吗？最了解我过去的人就是你了。我没有跟他说什么。人不犯我不犯人。你摆我一道，我是不会这样子就罢休的。我们走着瞧。我是真的想帮你的。这样吧，我去找沈云，跟他谈谈。不必了，神也是你，鬼也是你，我自己的事情我也处理，你不用白费心机。严玉婷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杀了我们的孩子，我要你双倍奉还！为什么那么晚回来？你知道我在等你吃饭吗？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？我今天加班。以后不要再加班了，我不想人家以为你在养我。我们还是把婚期挪后吧。明天都要注册结婚了，你说什么傻话？我觉得我们还没做好心理准备。我们孩子都已经有了，你还要准备什么？以我们现在的经济能力，你担心我养不起孩子？我是觉得，如果没有孩子的话，我们就不用急着结婚。你要把孩子打掉，我们以后还可以再要的。不行，我不会让你这样做的。我知道，你看不起我，你嫌弃我手废了。你要把孩子打掉，你要离开我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的手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是你，我的手是被你毁掉的。我已经约了医生，下个星期日动手术。你敢？你敢把孩子打掉，我就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放开我！
我糖。雨婷，雨婷，给我糖。老婆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干嘛发呆啊？我没事。还说没事，肯定有事。你说。有一件事情，我必须向你坦白。可是你听了之后，一定要答应我，不能生我的气。到底是什么事情？你先答应我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不生气。你说。我的本名不叫严秋花，我叫严玉婷。我的本名不叫严秋花，我叫严玉婷。我6年前改了名字。你为什么要改名字？你还记得得名的钢琴老师吗？你是说沈老师？沈云跟我曾经是男女朋友。6年前我一个人从马来西亚过来，没有亲戚，没有朋友。沈云念在我们是同乡，好心收留我，自然而然我们就走在一起。后来他的手是因为我而受伤，无法成为钢琴演奏家。他开始变了，变得小题大做，疑神疑鬼，脾气暴躁。不高兴的时候就骂我、打我，甚至有一次差点把我掐死。我无法再忍受下去，决定离开他。可是他没有放过我，一直追查我的下落。我逼于无奈，只好把名字改掉，希望可以把不愉快的事情通通给忘掉，重新开始。后来我认识了你，我一直以为我可以过宁静的生活，没想到他还是找到了我。今天还找上门来，大声地说要找玉婷，把妈的给惊动了。那妈的知道你的过去了？我不敢跟妈的说真相，我只跟她说我跟沈云是房东跟房客关系。真的很对不起，我一直不敢跟你坦白，是因为我怕你嫌弃我，我怕你会不要我。好了，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谢谢你，爹。既然你肯跟我坦白，我也没有理由不原谅你。谢谢你。那个沈云，他又是怎么知道你住在这里的？我想，应该是有人故意把事情抖出来吧。是谁？大哥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是不是你把秋花的下落告诉沈云的？不是我。那沈云怎么知道秋花住在哪里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怎么会故意让沈云上萧家呢？那不是会搞到天下大乱？如果不是你，还会有谁？沈云的事只有你和秋花知道。大哥，大嫂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？不管她跟我说什么，总而言之，从现在开始，沈云的事你少插手。大哥，有件事我需要让你知道。我怀疑奶奶是被大嫂带走，然后秋花根本没有理由这么做。我觉得她是为了要隐瞒她和沈云的过去，才会这么做的。为了一段过去的感情而做出犯法的事，你不觉得这样子做很不可思议吗？或许她还有别的事情需要隐瞒。秋花说的对，你确实是对她有成见。大哥，你听我说。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追究，但是我请你不要再针对秋花，因为我们的家需要的是安宁。奶奶，我们回来了。哇，6点半了，我的小孙媳妇下班了。不是啊，家珍今天请了假。啊？怎么了？不舒服了？哎呀，
他脸色不好啊。妈的，奶奶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们。怎么？是不是我小孙媳妇有事？不是啊，家珍。她怎么了？你快点说啊！家珍很快就要做妈妈了。啊！我就要做爸爸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几个月啦？6个星期。哎呀，大好大！哎呦，恭喜你，恭喜你哦！你要做奶奶了，我更厉害，我又要做阿昼了哦！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哎呀，怎么了？又不舒服了？头有一点晕，赶快回房休息一下吧。快去休息！哎呦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如果你常常这样头晕，怎么回去上班呢？其实我要辞职，本来是要帮马德照顾奶奶，现在刚好怀孕，算是一举两得吧。好，我回去公司，马上帮你打辞职信，顺便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哥。嗯。夏海啊，其实大哥今天来找过我了。他找你有事吗？你记得我上次跟你说，我怀疑金姑奶奶的就是大嫂吗？我告诉大哥了，他很生气，他说我针对大嫂。那当然了，你只是凭空猜测，大哥怎么会相信你呢？我是有证据的，打晕我的人是穿这双鞋子的。那这双鞋子怎么会在你手上？是我捡回来的。我故意让大嫂知道我认出对方的鞋子，她就马上把它丢在邻居的垃圾桶里了。你是说，大嫂想毁灭证据？大哥，哎，建海，恭喜你啊，要当爸爸了。谢谢，谁告诉你的？是马德啊，他第一时间啊就告诉我了。怎么样，开心吗？不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对家珍有误会。家珍都告诉你了。大哥，如果有事的话，为什么不直接找我？因为妯娌之间的问题很复杂，我不认为你能够处理。大哥，家珍真的不是针对大嫂。家珍嘴里是这么说，可是她心里却不是这么想。奶奶失踪的事，她不都把所有的账都算在秋华的头上吗？可是大哥，奶奶真的是被大嫂关起来了，家珍有证据。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不就是一双鞋子？这是大嫂的鞋子。你知道厂商一天可以制造多少双这样的鞋子吗？我也是这么想。可是当家珍向大嫂提起这件事，大嫂偷偷的把鞋子丢掉，家珍怀疑大嫂才会把这双鞋子捡回来。我听到的全部都是家珍的一面之词，还有没有其他人看到？我相信家珍说的是真的。秋华也曾经跟我说过，奶奶失踪的事跟家珍有关。那你现在要我相信谁？当然不能相信大嫂，她说谎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相信家珍。那我也相信秋华啊。花火在闪耀什么？明知我们的世界等不到爱降落，寂寞才刚刚来过，我却开始不经意又想你了。这场爱像个漩涡，深陷的是我。你的眼神清澈，却看不到寄托。爱在隔岸观火，没人能